哎，陶医生，我这有纸。没事。这你给我打电话吧。好，谢谢啊。唐主任，叶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就住这个小区啊。你住这儿啊？啊，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房子。我这不是决定要回国工作了吗？也不能一直住酒店，所以就想租个房子，租离医院近一点的地方。我跟你说啊，那这个小区的房子房源可是非常紧俏，如果有合适的，赶快定下来。要不是因为认识你，还以为你是中介的托儿呢。我不是担心你租不到好房子吗？好了，那我走了，明天约见。要是租到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希望能成为邻居吧。叔，你也没睡好啊？嗯。曹主任这呼噜打的山响，还有就是陈海文这臭袜子，我的天哪，熏得我！在这个值班室，我就没睡过一次好觉，一次都没有。主任，早，主任。早安。刚收了个病人，信息发群里了，都看见了吗？看了，看了。一个10岁的孩子，2次换班，我想讨论一个一次解决的办法，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手术方案。我觉得主要还是尺寸的问题吧。塞不进去大号的瓣膜，那就选一个相对够的小号。2次手术，心脏跟瓣环是固定的，这一牵拉撕裂了瓣环，可就麻烦了。如果用牛心包垫一下呢？就算垫了，人工瓣放进去也不一定待得住，不好缝，而且没着力点。如果用一个带人造血管的主动脉瓣，倒过来，反着缝在2尖瓣的位置，人造血管剪到1厘米左右作为着力点。1厘米？我觉得可行，足够加固缝合。这样的确好缝多了。那就这么定了。对了，还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我准备把办公室搬到你们隔壁，跟你们说一下。走吧，准备查房。好，马上来。等会儿，为什么搬到隔壁？搬到哪隔壁？那隔壁啊？这么近啊？那岂不是说他坏话就不方便了？干嘛要说他坏话？查房去吧。哎，龙龙，这是怎么了？你带头的啊？你突然间的，你怎么跟叛变了一样？哎，他可是有潜规则进来的。我可没说过啊。主任，专业手续都办好了。这位是李社工，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我也跟护理部那边申请了，李社工可以24小时的待在病房，不用遵守探视规定。你好，病人的名字叫钟小星，是福利院给他起的名字。我们已经看过钟小星的检查结果了，组内讨论一致认为他可以换一个成人班，这样就省去3次开胸的痛苦了。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唐主任。这孩子是3年前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的，当时口袋里边就只有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自闭症和心脏病。我们院里边当时已经花钱给他动过1次手术了，这刚3年又不行了，院里边经费实在是有限。明白，这样病人也会少受1次罪。我去帮他做个检查，然后具体手术的情况，江医生会跟你解释的。好。我姓江，你也是可以找我。好嘞，谢谢你啊。钟小星，我是唐医生，给你做检查好吗？唐主任，你直接查吧。他听不懂，也不会说话，就知道成天凭小卡车玩。那我查了。来，配合一下。过来。OK。这给你做一个检查。别害怕，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平时也这样吗？叶一鸣，我明天有个手术，你能来做麻醉吗？情况有点棘手，2次换瓣，病人才10岁，而且还有自闭症。
那太好了，那一会儿病房说吧。张佳宇，你眼睛没事吧？啊，没事啊。你好，我是刘峰的太太周玲。请问你找谁啊？你是哪床家属吗？我不找谁，我是那间病房的家属。啊，那个，听说这儿有个自闭症的孩子是吧？没见过，我想过来看一眼。不好意思啊，这个孩子比较敏感，也没什么好看的。再说我们探视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没事的话，您请先回吧。啊，好。哎，罗勇士啊，7号病床是你管的吧？啊，那家属是一个中年男人吗7号病床是一个孤寡老人，没什么家属啊。啊？我知道你是刘峰的前女友，你是不是还想？刘太太，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从前我跟刘副院长是同校的校友，现在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请你回去问他。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江百业，叶主任，您来做术前访视的吗？啊，唐主任说明天要手术。哎，他在哪儿呢？他早上被病人打了。被打了？被谁打了？就是那个钟小新，但只是一个意外啊，他是有自闭症。您这要是进去，我怕他见着你又闹，他嗓门可大了，早上就被人投诉了。拿着。叶主任，您这是？你听说过白大褂高血压吗？我听说过，有的人看见白大褂血压就高，但他不是真的高血压，是紧张。那也得试试啊。术前访视不做，那明天怎么给他打麻醉？进去了。叶主任，你小心点啊！哎，别摘，别摘，小心。哎，我来吧，你先出去一下。您是？我是麻醉科的，来做术前访视。哦，怕吓着孩子，就没带白大褂。哦，来，我来。这个啊，其实一点也不可怕，戴起来以后特别的舒服。你看啊。特别的舒服，你要不要试试？我们试一下，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呢，我们到时候就不带他了，好不好？试试。来，没事，小心。深呼吸。怎么样？叶主任，您要是早上来了的话，唐主任可能就不会被打了。这个月的排本表这几处不太合理，再拿去调整一下吧。护士长，主任，眼睛好点了吗？没事了。手术室来接钟小新了吗？啊，已经接走了，打了睡觉针，这样进手术室的话，应该就不会再闹了。主任，查完房了。你们先去手术室吧。开完胸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要去趟 ICU， 看看昨天下手术的病人。好。去吧。走啊。走了，护士长。护士长，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有自闭症的孩子，好像是钱，给钟小新的。病人怎么样？哎，主任，我已经打过睡觉针了，挺好的，今天早上都没怎么闹。那开始备药吧。好。
那给你钱的人是一个中年男子，穿蓝色 T 恤吗？听他口音像是南方人。那他现在在哪儿？刚刚在病区门口的。你站住！站住！站住！你别跑！李秋，睡觉针的剂量打了多少？怎么感觉病人要醒了？不可能啊，我打的是正常剂量。马上开始麻醉吧，病人要醒了。好。主任，小星，你别怕。支颤，除颤器，除颤器。120焦耳充电，120焦耳充电，离手，充电。你站住！你别跑了，我现在跟你说2句话。我就是想来捐点钱，谁也不是。别骗我了，7号病床根本就没有家属。还有这儿，你下巴上有掉沟，钟小新下巴上也有，这是显性遗传。你是钟小新的爸爸吧？有心跳了，马上给重病组的人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过来。你怎么知道他要做手术的？福利院在网上登了，我看到他的照片了，让大家捐钱。你既然来了，就说明你还有良知。钟小新现在已经在手术室，马上就要做开胸手术，这可不是一般的小手术。难道你就不想见他吗？我不敢见他。那你认到他，就是因为他有病。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了遗弃罪？他有病，那也不是我的错。他妈妈发现他有病，就跟我离婚。我一个人跑长途拉货，家里没人带他。你说这么一丁点大的孩子跟我睡在卡车里，自闭症也就算了，还有心脏病，我哪有钱给他治病？护士，你别说了，我不敢见他，要不然福利院该让我把他领回去了。我求你了，他没见过我。那你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你和他一起生活了7年，他总该有自己的名字吧？如果你能告诉我他叫什么，我可以当做没看见你。张黎，双木黎。我之前查了一下，不是卡班。是啊，现在看倒是没什么问题，怎么会失颤呢？我也想不明白。其实，病人现在的身体状况，做手术没什么问题。你叫停手术的话，我们倒是没什么，但是主任那儿……是谁叫停的手术啊？是我叫停的手术。你跟我出来一下。为什么要停手术？病人心脏室颤，找不到具体原因，我认为不再适合继续做手术。就是因为找不到原因，所以才应该尽快手术。心脏有 B 超拍不到的地方，你正好可以通过开胸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那如果是其他原因呢？叶一鸣，麻醉医生是有权利停手术的，但是不等于滥用职权。你要清楚问题出在哪儿。如果是因为血压低，或者是凝血功能太差，是可以停的。你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臆想出来的。钟小星的心脏室颤之前，满眼都是恐惧。是什么能让一个孩子害怕到心脏室颤呢？因为他有严重自闭症，我只负责他的心脏，帮他做好手术，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可我要保护他的生命，
只有他安全下手术台，我的工作才结束。外科治病，麻醉保命。唐主任，以我当医生的直觉，我觉得这个病人有问题，请你相信我。就算你真的要叫停手，那其他人呢？他们会同意吗？我去问他。我要叫停这台手术，你们谁有异议？唐主任。好，手术就推到下午3点。但是你必须给出我除了直觉以外，医学相关的理由证明不能手术，不然我就要换其他的麻醉医生了。哎，护士长，帮我拿一下电话记录吧。好，来给。哎，你好，是王警官吗？哎，我是安和心脏中心的吴敏敏。啊，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这里有一起遗弃案。还真沉。哎呦，老秦，老秦啊！来，哎呀，喝点心点。没事。哎呀，哎，你们怎么回来了？啊，心脏骤停，出差出回来了。哎呦，这孩子真够厉害的。叔，你这是弄什么呢？乱七八糟的都。嗨，我跟唐佳瑜啊申请了一间高年资的休息室，就是那曹主任、张主任那群人禁止入内那种，是不是？他就让我把这些箱子什么的都先把它清，我就清呗。叔，我还能不能去蹭住？当然可以了，小百炼，跟叔还客气。谢谢叔。走，往右打，打满，打死，好，回轮。老秦，你练搭把手行吗？主任，你们刚才手术室的时候怎么回事啊？是心外的还是麻醉的？主任，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生气。我倒是觉得叶一鸣刚才说的那些话挺有道理的。昨天叶主任没穿白大褂，就那个小新，真的没喊。可是你别看我又没去手术室，我一直搬箱子来的。这怎么回事啊？如果说是叶一鸣主动停的，那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问题。小叶子那个人靠谱。不过这个钟小星害怕白大褂，也确实啊。昨天查房的时候，他反应挺大的，那说明他这种恐惧应该是在住院之前就有的。第一次换班。就5分钟，应该没事吧？这不是时间不够吗？才找你这老同学帮忙的。啊，对，第一次换班的所有资料，你那儿有吗？有是吧？那行，你就用手机直接发给我就行。术中因病人左手弹动，疑似肌肉痉挛，增加肌松药用量。左手弹动，增加肌松药用量。喂，叶一鸣。喂，我找到原因了。我们也找到了。术中知晓，对，就是术中知晓。手术麻醉由3种药物组成：镇静、镇痛、肌松。钟小星可能先天对镇静镇痛药不太敏感，上次手术的时候啊，他的运动神经已经被麻痹了，可是意识却是清醒的，他能感受到医生的每一次切割和缝合，所以他想抬起左手示警医生，却被误以为是肌肉痉挛，加大了肌松药的用量，让他一动都不能动。今天也是一样，明明在房间已经打过镇静了，可是他却提前醒了。术中知晓对正常人来说都像噩梦一样，我真的无法想象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打击。你的意思是说他在手术中受到惊吓，所以才导致他心脏骤停的？对。主任，
周小新不见了，全科找了都没找到。叶一鸣，我听见了，我这就过去。去哪？走。就先别管他了。周大区保卫部调看监控录像了，说周小新是从6号小门出的病区，进了旁边的楼梯间。好的，我知道了，有情况马上通知我。6号门的楼梯间。啊，这边。我真的非常后怕，我差点给他用了低于正常剂量的麻醉。你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所有的麻醉医生都能像你这样这么负责。手术中间可以叫停，这件事情是我的疏忽。这是我的工作啊，我应该做的。可是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恼火。是吗？他们对我的态度？对，就是因为他们对你的态度。秦大中那么令人讨厌的秦大中，还有龙向东和江百烈，对你也太好了吧？所以我很恼火。这就没办法了，谁让我在安和待的时间长？多长？10年？35年。你该不会在这生的吧？你答对了。我妈呀是眼科大夫，生我那天啊，她正出诊呢，出到一半啊就被送到妇产科去了。我爸呀是普外的，我姐啊是妇产科的。原来你们是外科世家呀！我爸我妈都退休了，我姐呢下乡送医，得半年以后才能回来。可是，以你父母的年纪，我们外科应该不会退休这么早吧？他们也不想退休啊，可是我爸得了帕金森，没有办法，必须得退休。他不愿意退休，我就求刘峰，让他表明院领导的态度。他表明了之后才肯退休，算是被迫退休吧。我要善意的提醒你啊，刘峰的人情可不好欠的。对了，我想起来了，神脉那一次不会是刘峰让你帮我忙吧？嗯。对了，我想起一个地方，钟小星很可能在那儿。钟小星。钟小星，钟小星，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了。手术的时候，你一直是醒着的。来，跟我们回去吧，不手术了，也不会疼了。钟小星，你别动，你别动，来，把手给我，把手给我。你现在怎么样？好点没？一直躲在休息室里哭呢，说全怪他。护士长，这事儿咱们院里会怎么处理啊？责任呢是主任担下来了，不过于倩肯定是会被扣奖金，要写检讨的。要是这样，那护士也是人，还能不吃饭不上厕所啊？妈，别抱怨了。哎，你好，王警官。哎，张林的父亲已经找到了，叫张志强，查到他买了回乡的火车票，已经联系车站的派出所进行拦截了。那太好了，那你们辛苦了啊。王警官不用拦截了，张志强现在在我们安和医院。你还是回来了。我是想早来着，车票都买好了。我这日子刚好过一点，不想再带来个累赘。可是，一想，他是你的亲生骨肉啊。是啊，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手术推迟了，张林现在情况很稳定，我带你去见见他。你说，张林小时候常和你住在卡车上，
你看看他手里的玩具是什么？福利院的人说，张琳最喜欢的玩具就是卡车了。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是为什么，是他对爸爸的记忆。小林，小林，小林，爸爸来了。爸爸，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小林。小林，爸爸对不起你。小林，爸爸不离开你。我听你的。唐主任，中华新那边已经安顿好了，儿科回电话说他们会尽快安排会诊。知道了。那我们就接着说，这次手术2大难点。第一个当然就是2次换班，第二个是如何防止术中知晓，这是麻醉科的重要的任务。叶主任，说一下你的麻醉方案。首先呢，由于患者对麻醉药物先天的不敏感，所以要加大镇静、镇痛药的剂量，增加 beats 检测脑电波。一旦出现术中知晓，波动会产生变化，通过监测脑电波将麻醉状态维持在安全数值内。谢谢。不客气。小星，手术做完了，有没有哪儿疼，哪儿不舒服？唐主任，刘太太，我刚下完手术，很累。如果你还想说上次那些话，我劝你还是算了。就5分钟。我发现刘峰的邮箱密码是一串数字，我一直都不知道代表什么，直到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了这张照片，密码是你的生日。什么时候的照片啊？我不知道你们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唐佳瑜，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你什么都有了，而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不知道你回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是重温旧情，我想请你记住，这个男人现在有妻子，还有2个孩子。我希望你不要破坏一个这样的家庭。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啊！你说，都10多年了，你还留着它干嘛呀？最关键的是什么？邮箱还有我的生日密码。别说他生气了，我要是他，我也生气。哎，这就当时同班同学批着玩的，这乱七八糟，传了那么多年谣言，说我追你，你看我什么时候承认过？那你也没解释过呀。你这次能不能回家好好解释解释？下次别让他到医院堵我了，让人看见真误会了。部长，主任有事吗？跟我来一下。主任，这什么时候改的呀？昨天晚上我让工人刚刚弄好。可这是你的办公室啊。从今以后这里就是护士的值班室。他鼻子怎么了？种在值班室的柱子上了。
我之前待的医院有这样一个说法：医院营业靠护士，可是往往不知道这一点的只有医生。有很多医生会忘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将来如果我再忘了，记得提醒我。谢谢你啊，主任。可秦主任那边怎么办？这2天他到处在说你要给他一间高年资医生的值班室。给他了。哎呦，谢谢了啊！哎，说什么呢？哎，你说我是不是被这个女人给涮了？理论上吧，主任是没有食言的啊。人家说给你间值班室，但没说是哪间啊，对吧？对啊，老秦，要怪就怪你没跟主任说清楚。那还用说呀？我以为腾出来的就是他现在要搬进去那间呢，谁想到还有个这么个地方。哎呦，他这简直就是一个偷梁换柱。哎呀，不是，这还多了一个柱子。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说，你这地方挺好啊，你这有绿植啊，单人床，还有这个人身格言。钟小新出院手续办好了吗？好主任，现在应该正在收拾。钟小新出院了。对啊。哎，我的房子没租到。为什么呀？那天为了找钟小新，我没有接中介电话，结果刚好有人要租房子，房子就出去了。所以我告诉你啊，你欠我一套房源。怎么是我欠的？要欠也是中介欠的。那如果你要早点把情况说清楚，我们就不用这么劳师动众了吧？我也不会错过签合约的时间。由此推算，就是你欠我一个房源。行，我欠你的。不过，谢谢你，在手术中能坚决的叫停手术。如果不这样的话，这孩子再经历一次术中知晓，钟小星这一生估计就毁了。唉，这手术室啊，就是一个不允许犯错的地方。犯一个错误，就送掉一条人命。谢谢唐主任，谢谢叶主任。回到老家，在地方医院要定期复查，别忘了。哎，那我们先走了。谢谢。没事。这钟小星，俺不认识吗？流水的病人，铁打的医生，这不是也挺好吗？是，不认识也挺好。怎么了？刘峰给你那新职务叫什么来着？行政管理助理，真行，居然能瞎编出一个职务。这刘峰也真是绝了，这给什么单位奖啊？他被那女的整晕了吧？这破职务就是啊，管杂七杂八的破事儿，连监控食物都得管。边头。哎呦，宋主任、廖主任，你们来了，坐。这个院里决定要在楼梯间这个死角安装监控探头，让我监管这事儿，不通知你了吧？啊，通知了。这不刚送来的厂家的报价单，您审一审。
这事儿就不劳烦宋主任了，我来吧。那咱里边吧，里边。哎，你看这个啊，这什么呀？这个，哎呦，老哥，这大盒，你看，我今儿家起来了，还真是。你看这呢，哎，你俩嘛呢？哎，等会儿我得跟编头好好说说，你们这监控室得好好管理管理。别啊，就是在网上发的小视频，没什么。我看看。你看，这俩人也太不要脸了。医院监控。对，医院监控。这是我大姨，前年心梗；这是我大舅，去年心梗；这是我妈，今年心梗。3个搭桥手术，老人年纪大来不了，我帮他们开药。您照这个单子啊，开3份。开不了，得病人亲自来，看恢复情况再调整药量。不开是吧？不开我投诉你们。手指长，高度近视，胸口还疼，这不就是马凡综合症吗？大夫，我是不是主动脉夹层了？大夫，我怎么办？我好害怕呀！你这主动脉正常，检查也都正常，家里也没有人确诊过，所以不支持马凡的诊断。可是我上网查了，网上说这就是马凡呀。别的孩子世界各缺损都能用微创，为啥我家宝宝就得开胸？你家宝宝除了失缺，还有别的心内畸形要一起处理。那也可以微创呀！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听说什么都能微创，要不宝宝长大了穿不了比基尼啊。恢复挺好的啊，继续吃药，3天后再来复查。哎，好，谢谢冯主任。下一个。叶一鸣，第一次出门诊，感觉怎么样？哎，就那么回事儿吧，没有收到一个开刀的病人，要么是来复查的，要么是来开药的，还有几个在网上查出来自己已经确诊是绝症的。这医生啊，最怕病人自己在网上查自己的病症了。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医生。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没在手术室啊？啊，有一个会诊，正好路过。唐佳瑜，跟你说件事儿。啊，那你们说，我就先走了。没事，就2句。这个心脏外科峰会给医院发通知，邀请你做主动脉分论坛的主讲人，你准备一下发言稿。这个会议流程呢，不让助理发你邮箱。真的？这学术界终于肯抬出一个手指缝让我进去了。什么手指缝？这么重要的论坛，你要抓紧机会。你代表的是安和医院。这刘峰怎么了？我老婆找你干嘛？找我干嘛？给了我这张照片。不知道啊，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忙了吧。你知道心脏外科峰会论坛的主讲人意味着什么吗？当然知道了，这是国内最高规格的外科论坛之一，给了你一张 VIP 入场券，就是说明国内的同行都开始接纳你了。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最新经验，也可以在里面学习他们的最新经验。回答错误，这是给了我个机会跟整个行业里宣布，心外又来了一个行业里的大牛。你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心外流传的一句名言，一位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是这样的一种：如果你问他世界上3位顶级的外科大夫都有谁，他们竟然回答不出其他2位。我听出来了，你在夸我啊！你夸我自大。
我说的这是心脏外科大夫的普遍特质啊。哎呀，随便你说什么吧，反正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我要好好准备。哎，周达电话，喂，周达。好，知道了。周达收了个病人，我要马上去一下。这心脏都粘胸骨上了，没法下刀啊。江美丽，哎，到。病人情况说一下。啊，主任，患者叫方宁，今年36岁，3条冠脉全堵了，左主干堵了90%，具备搭桥的手术之症。可是患者已经做了3次搭桥手术了，他这胸腔粘连的很严重。36岁就搭了3个桥了，典型的家族高胆固醇血症。是啊，脂类代谢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特征就是早发性的心脏疾病，儿童时期就有可能得上冠心病。主任，刚才我去问诊了，方宁是12岁的时候确诊的。周达，哎，病人怎么找到你的？哦，我老婆是方宁的粉丝，看她微博知道她生病了。啊，粉丝？这患者是一女明星啊？不是明星，作家方宁。嗨，哎，你们竟然不知道她？喂，她红了10几年了，言情小说天后。哦，我告诉你们，我老婆每回看她的书都要骂我，说跟她书里的爱情相比，我们俩顶多算是个兄弟情。你说牛不牛？主任，您不会也没看过吧？你看我像是会看言情的人吗？那倒也是。哎，说正题啊，他已经去过好多家医院了，都说粘连太严重，根本没地方下刀。怕这一开胸，心脏就破了，是，更别提搭桥了。哎，达达啊，我好像在地铁上看过他卖书的广告，是不是啊？他的书拍过好几部电视剧了。哎呦，现在的电视剧不是谈情就是帅的，无聊死了。大师叔，我推荐您去陶厂看悬疑剧，亲测，好看。啊？陶厂？对啊，我有会员。江百炼，你怎么还有时间看剧啊？还买了会员啊？背着每集都看是吧？坐地铁的时候打发时间的事，你不要再说了。什么？在这儿，下刀的地方。方宁，感觉怎么样？还好。唐医生是吧？对。周医生说你很厉害，我还有的治吗？当然能治好了，医生啊，一切都用最好的，花多少钱不是问题。这位是？哦，我是方宁小姐的经纪人丁志鹏，大家随意一点，叫我丁总就可以了。方宁的情况是这样的，她的父母呢很早以前就不在了，她也没什么亲人，所以之后有一切的医疗问题都找我对接和沟通。赵阳这2天就回来了，他会来医院的。赵阳是我男朋友。方宁，你的心脏和胸骨之间是有间隙的，还是可以手术的。真的？你先别激动，躺下。你听我把话说完。人体呢，能够搭桥的血管一共有9根，你之前做过3次搭桥，已经用了5根，所以我们要确保你剩下的桥血管还适不适合做搭桥。其次呢，就是你的胸腔粘连太严重了，就算现在做了搭桥手术，很快会再堵，所以我们必须要想一个能够让桥血管长期通畅的办法。这2点满足不了，还是没有办法手术。那具体需要多长时间？你们有几分把握？需不需要找一些外院的专家来会诊什么的？作为方宁的经纪人，我不允许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的闪失。丁先生是姓丁对吧？对。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探视时间过了，要不然你先回去让病人休息一下。不早了哈，那我晚点再来看啊。谢谢。百烈，哎，宋主任，哎，身上有事吗？没事，到办公室有话跟你说。哎，百烈，嘿，
这是春苗成长的医生培养计划，主要是针对一些低年资的有潜力的年轻医生。哎，只要是通过考核拿到外国医疗机构的邀请函，人家会提供经济援助。哎，我记得你是不是一直想出国深造来的？宋主任，你还记得？哦，这个计划呢有一次初筛淘汰率很高，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真想去？想去，我要去长长见识啊！对，如果你真的想去，我会跟他们说一声，让你直接进入第2轮。就这样吧，你先拿去准备一下，如果有回复了，我再通知你。行，谢谢宋主任，您对我真的是太好了。你这孩子我喜欢，清清爽爽的，没那么多心眼。好，忙去吧。行，那我走了，宋主任。好嘞，谢谢。来，坐。哎呀，坐。门诊怎么样？接了6个住院的，3个搭桥，2个换泵，还有1个夹层。哎呀，得想办法把这个病床的周转率提上去啊！咱们组是心外手术量最大的，只要咱们保持住，谁当主任东来咱们没办法。哎呀，幸亏有你啊！哎呀，咱俩还说这个。哎，小包，那个网上视频那事儿，就是保安老婆发的那个。那视频咋了？啥也看不清楚，像素那么低，都看不清楚是刘峰和唐佳瑜。怎么看不清楚？除了他俩还有谁？只不过没人在这评论区里点明他俩的身份罢了。我说哥，你说这个我就生气。他们俩这私情都整到院里来了，咱们是不是得给他们报出去？我最讨厌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这事你放心啊，交给我。我以前有个病人，专业做媒体的，我让他把这个视频往热点上推一推。咱们如实报道，有啥说啥，啊，不整不虚有。哥，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实事求是啊。主任，你还没走呢。我在看方宁这些年的病历。哎，可是为什么用大钟数的电脑看？发现了唐宁手臂了。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哎，乔血管的结果出来了吗？哦，出来了，胃网膜右动脉和右侧乳内动脉可以，剩下的其实它没剩什么。前几次搭桥用的桥血管太多了。也就是说，再搭桥的话，远切通畅率必须要延长，不然下次就算能开刀，也没有桥血管了。是这个意思。怎么能让他不粘连呢？早。早。崔主任，今天医院里的人都很奇怪，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有吗？没有吗？到底为什么？行吧，那就让我来当这个恶人吧。啊，看吧。好，大家在看的就是这个。对。就是因为这个。啊。谢谢。不客气。哎，这脸都看不清，这帮人就瞎评论，他们是不是有病啊？我得教育教育他们。就是因为看不清，才能随便说。小龙，小龙，这不是你吧？是我，是我。哎，你别说，还真是。当然也不可能是你，这绝对不能是我呀！这个，所以说，
用私生活有问题来对付一个人呢，永远是最有效的方法。只要说这个人私生活不检点，分分钟名声完蛋，想找补找补不回来。我觉得这是造谣的人有问题，而且是人品问题。哎呀，这个事儿如果查下去啊，跟你说吧，最后倒霉的一定是唐佳瑜，刘副院长一定是没什么事儿。哎，你们想想，谁会在那个视频的底下评论啊？这会是谁？嘿，哎，我这虾条哪儿去了？这不是唐主任和刘副院长吧？视频你们都看了吗？那你觉得是谁啊？我觉得，你们不会怀疑是宋主任吧？为什么每次有坏事你们都会怀疑他呢？如果这是保卫处的人发的话，那评论肯定也是他们干的呀。你是不是傻呀？保卫处的人和唐主任还有刘副院长又没冤没仇的，干嘛要在网上写安和医院T星外科女主任和 L 姓男上司这种指向性明确的话呢？这一看就是咱们科人做的。那也不一定是宋主任嘛，你们这总是冤枉人。你站哪边？哎，东东，百里，我们没有怀疑谁，也不会冤枉任何人。好，干活，干活！我今天迟到了啊，马上换白大褂，查房去。你是不是吃过虾条了？我更喜欢吃番茄味的。方宁，你的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可以手术。因为你胸腔内粘连严重，所以如果按常规的在你的心脏前侧搭桥的话，桥血管很快会再堵。所以我的方案是将桥血管绕到你的心脏后面，直接搭到冠脉上，这样桥血管的远期通畅率会高很多。但是你已经做过3次手术了，所以我们要把你剩下所有的桥血管全部取下来，连在一起才够长。但是手术风险高吗？非常高，但是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我愿意冒险，就是手术能不能再等一等？为什么要等？你不会又是等那个赵阳吧？我有分寸。我男朋友已经订了回来的机票，就这2天就能回来。我还是想在手术之前再见他一面，这样就算万一手术出了什么问题，我也没有遗憾了。方宁，你自己要清楚一点，你的冠脉已经堵了90%，只有10%是畅通的。如果这10%再堵了，非常危险。我要等他，体重要盯紧一点，有什么问题马上安排手术。明白了。唐医生，你们先去查房吧。好。有什么事吗？唐医生啊，您看是这样啊，您能不能编一些你们那种医学理由，让方宁今天就手术？不能，病人要等她男朋友，我们要尊重病人的意愿。那什么男朋友啊？他俩1年都见不上世面，那男的就是玩的，拿他当提款机。唐医生，您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等死吗？我做不到，要尊重病人的意愿。朱护士，19床加可达龙，300毫克配成，50毫升泵入。医嘱呢？口头医嘱。下不为例啊。你先等会儿签个字儿。好，小朱。哎8床加一片安定。好。要不你看那个药柜里有没有，帮我拿一片得了。你等一下，廖主任，这边先弄了吧。哎，小朱，你短视频你看了吗？那个 T 姓女医生跟那个 L 姓男上司，这俩人，我看着好眼熟啊。廖主任，我们护士长说了，不让我们谈这些。哎呀，这有啥不能谈的？不就八卦吗？过分了吧？你跟谁说话呢？这么没礼貌。跟宋宝德养的看门动物说话需要礼貌。说谁呢？干嘛动手啊你？龙向东。主任。龙向东，你在护士站打架，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是他主动挑衅，他要把那个链接。视频是吧？
你知道？早上崔仁强给我看过。原来是老崔说的。那你不生气，不澄清一下呀？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为什么要澄清啊？无非就是一个T姓女主任，我就要对号入座吗？可你不对号入座，全院的人都在帮你对号入座。让他们对好了。他们背后说我，无非是因为嫉妒我，说的越凶，那就是越嫉妒。我怎么了？少了一根汗毛没有？是不是还好好的？反倒是你，护士长跟人家打架，你才是给他们增加了弹药和谈资，明白吗？脸皮真够厚的，我都开始要对他产生敬意了。什么呀，主任，那叫内心强大。我明白，跟人打架是我不对。主任，那个视频上的人，不会真的是你吧？刘向东，你还记得我在软美病房跟你说过一句话吗？重复一遍。你说，关我啥事？我明白了。出去。哎，那 L 就是刘峰嘛，那还用说 ？T 就是唐佳瑜啊，前女友算半个女朋友。我早就说嘛，搞空降兵肯定有猫腻，这干柴烈火的。叶主任，按照您说的，我挨个看了监控，这是视频里那2个人那天晚上在医院其他地方被拍到的时间点，我都给你写下来了。每个医生的门卡都是独立的，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7点钟在普外，还有9点钟在 ICU 刷过门卡的人都有谁？是他们。宋主任，啥时候给俺做手术啊？啊，您这情况我们会尽快安排的啊，您放心吧。好，谢谢宋主任啊。方作家，我是您忠实的粉丝啊。这本书是您出版的第1部小说，我已经买了10几年了，希望您能给我签个字，签个名。当然可以。谢谢。欧阳处长，唐主任，唐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检查你们的卫生达不达标。你该不会是方宁的粉丝吧？是又怎么样？方作家住在咱们医院，我过来看看，不行吗？方宁，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想问你一下，你的书迷粉丝大概都多大年纪啊？18到24岁的女性。处长，有点超龄了。欣赏好的作品不分年龄段，你不懂就别问。那应该是心智不太成熟。2位是好朋友吧？不是，是同事，关系很一般的同事。对，看起来应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不是速度太快了？还好。谢谢您。签完就马上离开。我叫欧阳真宇，真假的真，给予的予。谢谢谢谢，方作家，
我还想问您，就是现在连载那本小说，最后的结局，男女主角有没有在一起？哦，这个不方便剧透，不过男主角是以我男朋友为原型写的。哦，那就是大团圆结局。差不多了。谢谢，打扰了，再见。空了吸一下氧啊。言情和你很不搭，有什么不搭的？谈恋爱跟你就不搭，谁会愿意跟个机器人谈恋爱？我是没谈过恋爱，你愿意笑就笑吧。啊，欧阳春阳，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没谈过恋爱。是吗？我以为你知道，故意说的。他们在背后都叫我圣斗士。圣斗士，这个名字起的还挺妙的啊。那也没有某些人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妙。放心吧，我知道那不是你。你是怎么知道那不是我的？连我们小组的人都不能确定那是不是我。这是对安和医院的污蔑，所以我听到网上传闻的第一时间就去了保卫处调取了整个监控的视频，而不是网上那10几秒。你是真的在乎医院的声誉，还是想满足你自己八卦的心？两者都有。我看了之后就知道，那不是你。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你看这个。这跟网上的视频有什么区别？还不是啃来啃去的？区别很大。咱们医院的手术间分3个区域：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每个区域对口罩、帽子的要求不同。网上传的那一段是在手术室值班室门口，啃来啃去没关系。但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一段后面是什么？3号手术间。对，3号手术间的走廊是不可以摘掉口罩的。虽然看不清脸，但是看到这儿我就知道，那肯定不是你。原来你认为不是我，并不是因为相信我，而是认为我不会违反无菌原则。那当然了，你想什么呢？我为什么要信任你？欧阳处长，我找唐主任有点事儿。刘峰，新外峰会主讲人的事情，谢谢你。我以为要等到1年半载才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在行业里站住脚，没想到这么快。你放心，演讲稿我已经写好了。我没工夫管那闲事儿。网上视频你看了吗？我知道。那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周围那些废物怕我生气不敢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说？不然我不会现在才知道。唐佳宇，自打你来了安和，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成天除了给你收拾烂摊子不说，现在我还搭上我的名誉。我可是要竞选院长的我真后悔把你给薅回来。你是为了网上视频的事情生气，还是为了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我不知道，反正我非常生气。如果你真的要竞选院长的话，我劝你还是要先冷静。我冷静不了，那个视频是保卫处传出来的，人已经开除了，但是评论八成是宋宝德搞的鬼，我没有证据。不需要证据啊！我劝你，你就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然后仔细想一想，作为一个医院里的领导，要怎么应对就好了。唐主任，哎，叶明，你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有点事儿。怎么今天都找我有事儿啊？刚才刘峰差点被那个视频气死，你找我什么事儿？你不生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啊，你到底有什么事儿？那我没事了。你忙吗？
我走了。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没事。主任，您签个字。哎，那视频你看了吗？嗯，听说是宋主任找人评论的，真够下三滥。可不是嘛。听说陈汉文知道那男的是谁。陈汉文，你为什么不说实话？怎么了这是？原来你知道视频里那男的是谁啊？不是，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不给他揭露出来啊？你害得主任到处被说。谁？唐主任啊？宋主任。所有人都说那评论是宋主任叫人发的，如果你告诉他那是谁，他就没理由这么做了呀。走，你跟我去解释清楚去，不然我让视频发网上。我告诉你，就是宋主任发的。你少蒙我啊！宋主任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说。你这样，你先把那视频删了，我告诉你行吗？你先告诉我，告诉我就删。你小点声。是这样，我今天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知道那男的是进修医生小李，不是刘副院长啊。结果宋主任说，让我先别告诉别人。宋主任还笑呢，他说，小李给他提供了好素材。你这不听我话，你不听我话，迟早被害死！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去看一下房东。你现在情绪不能太激动，刚才因为情绪激动有些气喘。没事。必须要手术了，不管是谁，都不值得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明白吗？是我大半辈子的言情小说。自己爱上一个人，还是头一次。他们不知道，已经36岁了，我才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就是这个人，让我觉得我是个正常的人。我想做个正常人，我要等他。血水性心绞炎发作了，必须要手术，准备手术室，马上做搭桥。入室之后，准备做主动脉取暖反搏。好。我不相信，方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等？你现在病得很严重，必须马上手术，知道吗？不能再固执了，快点。我们主任马上过来。主任，这个就是方宁要找的人。你是赵阳，方宁的男朋友。是，下飞机我就赶过来了。我能和他见一面吗？现在不能，他马上手术了。你为什么来晚了？航班取消了，为了能快点回来，我就换了一个倒2班的飞机。转机的时候手机又丢了，就没赶上飞机。医生，您帮个忙，帮我告诉他，我把工作辞了，再也不走了，一直在他身边。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等他手术完，你亲自跟他说吧。龙向东，一会儿取右侧颅内动脉。好。
压正常，可以继续手术。电灯，金星镊子。大的撑开器，麻醉，帮我调一下这个灯光。好。再往下，往下，往右一点。好，可以。病人情况怎么样？还不错。好，测一下流量。流量正常。心跳不好。心脏失颤，失颤！快，除颤板。给电，20焦耳一次。还是不太好。给电，20焦耳一次。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手术很顺利，你不要讲话。ICU 本来不允许外人进，但是有个人想见你，我让他进来了。你要跟我保证，见到人的时候不要太激动。方宁恢复的不错。人没有爱情不会死，不仅不会死，也许还能长寿呢。我说你怎么这么愤世嫉俗啊？对。喂，刘峰。什么？我知道了，挂了。怎么了？主讲人邀请，峰会取消了。怎么会呢？该不会是因为那视频吧？没有明说，只是说在峰会期间不希望网上有除了医学之外其他的评论。这算什么话呀？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生气吧？我生气，我很生气。我准备了那么久，论文都写好了，就因为莫须有的事情，全白准备了，什么都没了。叶一鸣，我想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为什么有的病人叫廖晓波宋主任？重病组在唐主任的带领下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由于肩负着临床任务和科研任务的重任，人手紧张。院长意思呢，就是暂时接调廖晓波到重病组。
我不去啊。不是那，我还有很多病人呢，刘院。刘院长，要不是我这个组的，你把他调走了，我这忙不过来怎么办？有问题，向院长反映去。散会。哎，刘方长，这要不是我的能力干，你要左膀右臂，你把他调走了，这不拆我台吗？得跟院长好好说说啊。调廖晓波，就是我和院长建议的啊。你记住，以后医院的事情就让他烂在医院里头，别到外头瞎传。还有，廖晓波替你出门诊的事，这反正都是出诊接病人，现在有什么区别？别的医疗组不都这么干吗？这不能成为理由。为挂号病人看病，那是医生的天职。对你的惩戒措施，医务处会通知你。正好，廖晓波调过去了，你呀可以亲自出门诊了。好自为之。哎，主任，这2年晚上全是你的新闻。会啊，又来了。不是，是方宁。他出院后呀，在直播里跟粉丝分享这次的手术经历，说要不是唐医生你呀，他就见不到他的男主角了。你看，现在网上好多帖子都在说这事儿呢。P 了吧？哪 P 了呀？挺好的，没本人好看啊。佳宇，终于找到你了。人工心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一个能代替原本心脏的新器官，而是一个新式辅助装置，一个血泵，帮助心脏完成泵血的工作。国际上对人工心脏的研发从50年代开始，90年代兴起，到了2003年才常规开始使用，一共经历了3代产品的替换。目前最先进的是新伴侣3代，在国外也刚上市不久。这台机器长这样。新伴侣3代采用了最新的磁悬浮技术，和2代有轴的机器相比，磁悬浮做到了完全无轴，所以大大的降低了血栓的形成，在安全性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要研发的目标就是新型磁悬浮人工心脏。今天一早约大家来开会，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好了，说完了，查房吧。哎，对了，主任，其实工程师这一块我倒是有个人选。那你刚才不说，资质怎么样？资质倒是不错，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有点儿……性格不是问题。那我联系他。好。啥意思啊？到底在哪儿开会啊？不是说在大会议中心吗？不是说要开紧急会议吗？啊，廖主任，可能是我不小心打错字了，不好意思。差不多准备一下，要查房了。切！向东这小子要整我。哦，我知道。你这把你调重病组来，就是为了让大家经常能开心一下。你以为是因为你帅啊？是我不帅吗？哎，老秦，得想办法帮帮我呀！我得扳回一局啊！这女人肯定有什么软肋。你以为我没摸过她的老底儿啊？就那什么克梅德医疗中心来的他那老病人，我问了一溜够，什么都没查出来。我劝你啊，忍一时风平浪静，赶紧找机会调回到宋保德身边去，就齐了。克梅德，还有没查的病人吗？这边没有了 ，ICU 还有5个术后的病人。ICU 除了那个夹层醒的不好，其他的都可以转出来的。好，挺好的。主任，哎，
一个叫陈维生的病人找你说，病友专门推荐过来的。陈维生，坐吧。哎，之前确诊过吗？为什么要手术啊？在网上看到那个女作家直播，说别的地方不给她做手术，您给她做，您艺术高明。是这样，我前段时间体检呢，然后查出来有这个先心病，想做个根治手术。你这是矫正型大动脉转位，心脏的形态和正常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基本功能可以保证。虽然合并了轻度的肺动脉狭窄，但是问题不大。从你给我的检查报告来看，其实可以不用手术了。我觉得你给我这些所有的报告来讲，手术的指征有点牵强。手术指征牵强是说我可以不做手术，但是我也可以做手术。对，你不做手术对你日常生活有轻微的影响，比如说你就注意一下，不能剧烈的运动，当然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平时觉得哪儿不舒服了，随时到门诊调一下药就好了。可是心脏手术和麻醉都是有很大风险的，各有利弊，当然决定权在你自己。那我选择做手术。不用这么急着回答，你还是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来。啊，不用了，我选择做手术，因为我想做一个登山运动员，从小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你多说两句。先心病的患者是很难做职业性运动员的，即便你做了手术，你能不能登山也要看术后的评估。但我看你的情况有一点难，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手术，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想选择做手术。其实我就是想要一点希望，我能接受。你这个人还挺执着的，那就给你做一个心肺功能的测试，然后决定手术的方案。哎，好，谢谢您啊。江百烈，你来，带他去做一个 CPET。你跟江医生走。好。对了，你之前有什么基础疾病吗？没有，我没有基础疾病。您好。那就好，去吧。谢谢您啊，没事。这边，主任。主任。工程师联系好了，让咱们现在就过去。现在？唐主任，出来一下。公事。什么事啊？视频的事儿算是完了，但院里关于我们俩不实的传闻必须彻底解决，不然对我们的工作都有影响。你就说对你选院长有影响不就完了？我上不去，对你有好处吗？那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让周林来医院，中午啊，我们3个人一起到食堂吃顿饭。我不信，多尴尬啊！他们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哎呀，这时候表面功夫是最重要的，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没得商量。那我还有事儿呢，研发人工心脏终于找到合适人选了，时间都约好了。真的？真的。现在？现在。主任。不是说好改时间了吗？怎么就……为了躲麻烦。哎，对了，你早上说这个工程师人有点怪，怎么个怪法？你先看一下。这个人呢叫王海明，是学机械工程的。他之前一直在国外留学，加入了一家人工心脏研究所，一待就是10年。这个人啊，一直惦记着回来建设祖国。去年的时候啊，他就回国自己创业了。据说他现在已经做出了全国唯一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的样机。样机啊？数据也不错。总的来说呢，这个人的性格
还有他的人际关系就是一团糟。我对他能否和咱们医院达成合作，真的持怀疑态度。不过也说不准，说不准他跟主任你也挺合得来的。嗯。为什么人际关系一团糟会跟我合得来？我的意思是，这天才嘛，都性格都比较，说不定你们两个之间能相互欣赏的，我是这个意思。王工，安和医院的找你。谢谢。谢谢。你好，我是安和心外的龙向东。这位是我们心脏中心的主任唐佳瑜，之前电话里跟你说过。我是唐佳瑜。不用看了，那个是假的模型。坐吧。你随意。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聊一聊人工心脏合作研发的事情。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已经了解过了，你是国内医学院毕业，后来拿到了国外执业医师的资质，然后在科梅德医疗中心接受了住院培训和专科培训，后来成为了那里年薪最高的主治医生之一。期间你一共做了258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这当中包括 HeartMate 2代和刚刚上市不久的3代。这个数字在同资质的医生当中算很高，但不是最高。我说的没错吧？说的完全正确。你是怎么知道的？网上查的，一查都有啊。而且呢，我现在还知道，你这次回来是因为接受了安和医院的一个职务，主要是因为你跟刘峰副院长有一段暧昧的关系。那个视频我看了。我们还是聊回人工心脏。对。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怎么看待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的价值？本质的飞跃。怎么讲？第2代流行动力轴心泵人工心脏是2003年上市的，但是在上市之前，研究者就发现这一款人工心脏在允许安全性上是有缺陷的。当时就提出了全磁悬浮的概念，也就是说2代产品还没有上市，那它已经成为一个过渡产品，为研发全磁悬浮争取更多的时间。全世界的工程师和医生经过10几年的努力，第3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才在国外研发成功。王工，您也是在国外做了10年以上的研究，所以我想对于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它是本质的飞跃。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样机。好了，差不多了，停下来吧。来，下来，我帮你拆。就目前看啊，你这心肺的情况还不错，应该暂时不用做手术。那要是到了高原或者山上的话，去高原可能是不大可能了。如果不做手术呢，你最好就在城市里待着，而且千万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你先原地调整呼吸，放松一下。帮你倒点水。水，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稍微等一会儿。哎，护工，没水了，帮我换成新的水。大壶水没了，帮我换一个。陈会长，你锁门干嘛？哎，别骑了，你不能剧烈的运动。快下来！开门，把门打开。你出了什么问题，谁负责呀？
这胡整那要啥？陈维生，你听我说，你下来，你不能这么折腾自己，你这心脏受不了的。你下来行吗？副院长拿钥匙来了吗？喂，这个测试数据有吗？有啊，在我办公室。这个数据非常好啊，在这个基础上，完全可以研发出不亚于国外全磁悬浮人工心脏。那当然，但是现在还是大了一点点，如果再缩小10毫米的话，就完美了。刚才看是70毫米，必须要再小20毫米到50毫米才能合乎手术的要求。小那么多的话，机器会不稳定的，怎么称得上是完美呢？不完美不重要，关键是要用在病人身上，必须要考虑那些心脏偏小的病人。我是要做一台完美的血泵，病人跟我没关系的。可是人工心脏就是要用在病人身上的，如果你不考虑病人的话，它跟普通血泵有什么区别？主任，啊，这个需要从长计，要不然我们先把合约签了，我们再慢慢商量。我又没说要跟你们合作。啊？那你刚才给我们看样机干什么？看过样机的人多了，看过样机就算合作了？我只是带你们去欣赏一下我的杰作。辉格已经要注资了，而且他们答应给我一间全国最先进的实验室供我研究使用。辉格在国内是数1数2的，不论是实力还是资金成本，对吧？安和根本没得比的。虽然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但你也就只是一个医生，科研的事情你又搞不懂，请回吧。哎，主任，先回去。那你把那个椅子给我放回去。行。主任，不好意思，是我没搞清楚状况。你是没有搞清楚他是有强迫症的自恋狂，还是没有搞清楚他已经决定卖身给辉格医疗了？第二个。主任。喂。知道了，马上回来。今天早上病人出事了，赶紧回医院。好。怎么回事啊？你就晕倒了？陈维生把自己反锁在心肺复苏室一通乱骑，结果心脏供血不足晕过去了，还伴有右腿出血。醒了之后说呀，原来右腿受过外伤，之后留下一个瘤子，我怀疑是甲型动脉瘤，可是用加压的止血带都没有给他止住血。我觉得挺诧异的，就给他做了一个凝血因子测试，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现在人在哪儿？主任。知道自己有 A 型血友病吧？我去过别的医院，医生一听说我有血友病，都拒绝给我做手术，所以我就想，要不先瞒着。对不起啊，唐医生，早上我没说实话。为什么锁门？我怕血友病的事情术前检查瞒不住，就想，如果病情加重，有了明确的手术指征，你就必须得给我做手术了。想得挺缜密，但是你犯了2个错误。第一，心脏手术凝血功能至关重要；第二，你心肺测试再拼命，不会改变你手术指征。你现在的情况先心病不治病，但是你术中出血不只是要命的，而且你隐瞒了病情，其他医生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不会给你手术了。唐医生，你听我说，继续加压止血，请血液科来会诊，还有补充凝血因子，确保他这次摔伤
没有造成颅内和内脏出血，等情况稳定让他出院。你的原因我不感兴趣，好好休息。啊，我刚才在手术，没有接到电话。哦，这样啊，那你再帮我找一找更合适的房源好吗？谢谢啊，谢谢。唐主任，哎，刚下手术。哦，你也是吗？吃饭了吗？还没有，食堂应该没有饭了。我有办法。崔成强爱吃红烧排骨饭，他神外的人啊，为了巴结他，常年点这个。哎，那我们把他饭吃了，他不会生气吧？你以为他没偷过我的盒饭？每次我饿得半死的时候，就看他给我留了张纸条，说谢谢你的饭，但是不好吃，下次请点排骨饭。天哪，太香了！哎，对了，我刚才听你打电话，是不是房子没找到啊？所以心情不好？哎，医院附近房子不好找，而且我进了手术室接不了电话，就算有合适的房源，还没等我看呢，人家租出去了。其实也不完全为了这个。那是为了什么？研发人工心脏，比我想象的难多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工程师，还没谈下来。这个项目就像是一个烫嘴的红糖饼，看上去是挺诱人的，可是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下第一口。那工程师说的没错，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你先别管擅不擅长，是不是你想做的事儿？是啊，我非常想做。那你为什么想做呢？在国外，患者需要人工心脏，只需要给器械商打一个电话，1个小时之内，人工心脏就会送到医院。我一直都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直到上一次，王雪纯没有等到供体，我才知道，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讲，这1个小时的便利，他们没有。以前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称职的，被称为神之手的，对，被称为神之手的医生。但是我更希望能够研发人工心脏，我希望能救更多的人，让他们能活下去。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也许会研发失败，而且还没有合适的工程师。先只看眼前的吧。是吗？就是别想着整体，先关注眼前的，一步一步的做。等有一天你一抬头，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记得科尔夫说过一句话：心脏既然能长出来，也一定能被造出来。已经造出来了，国外已经有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我们会有的，你要有这个信心。嗯，吃饭吧。哇，这个排骨好吃吗？嗯，我查过了，你今天没手术。现在到食堂来，马上来。不行，我今天真的很忙，而且你太太也不会愿意的。唐佳宇，我没求过你什么了，你赶紧过来。他们俩怎么在一起啊？这视频就是他。正式介绍一下，唐佳瑜，我老朋友，一位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下属。刘院长好。哎，周林，我爱人。我们之前见过了。唐主任，我向你道歉啊，之前是我太唐突了，你别介意。没关系，不是误会。可不是误会嘛，也不知道是谁瞎 P 的照片，我要查出来，我肯定告他。还有那个视频，幸好那天晚上我在家里，不然我有嘴都说不清楚。周林啊，平时我忙顾不上家里，但是就个人作风问题上，我保证绝对没问题。佳玉，你说是吧？是我不好，幸好没有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是说呀，
这事儿要是让医院的那些八卦精知道了，指不定能编出什么谣言来呢。我现在是副院长，以后说话做事过点脑子。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好，我知道。话说开了，心里面舒服多了。吃饭，你们俩保持下微笑，我去拿点饮料。刘院长，你也来这里吃饭啊？唐主任约我爱人吃个饭。哦。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事太冲动了？其实你不懂，我为了刘峰，为了这个家庭，我放弃了我的事业。如果在婚姻里我遭到背叛，那等于我失去了所有。不懂，你又没结婚，你怎么可能懂？你不会结婚了？至少我明白，如果你真的是非常信任一个人的话，有一天如果他背叛你，你是无法形容的。所以今天其实我想跟你说，你之前担心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而且未来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相信你的丈夫刘峰，还有我可以给你发誓。不用，谢谢你。吃饭吧。哥几个，想不想知道唐佳瑜为什么会忽然回国？我打听到了确切消息，绝对重磅炸弹。唐佳瑜这个人啊，主任，哎，主任，什么确切消息啊？我也想听听。啊？你以为我不敢说呀？克梅德医疗中心答应让你做大外科主任，所以你拒绝了回国。后来没想到人家变卦了，大外科主任做不成了，你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了安和。所以安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备胎。我说的对吗？不是，这就是你的重磅炸弹，这不够炸呀！不是你笑什么？我说错了吗？你就是拿咱们科当备胎。我们安和怎么了？丢你人了？我们安和不是你的地方。主任，那个陈卫生拒绝签字，他说既然不做心脏手术了，那甲型动脉瘤的修补书他也不想做了。陈卫生，你腿上的甲型动脉瘤有股动脉分支连着，股动脉大出血，正常人都有生命危险。你是 A 型血友病的人，你为什么不签字？我说了，要么2个手术一起做，要么1个都不做。登山比你活着还重要吗？我真的不理解。小时候，有一个登山运动员来我们学校做演讲，他讲了登上山顶以后看到的辽阔壮丽景色。从那个时候我就迷上登山，但是我有血友病，所有人都告诉我说，你不可能登山。我自己也知道，没办法。后来我开了一家登山用具商店，认识了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上次登山的时候出了意外，丢了一只手。前段时间我碰到他了，他竟然在训练义肢，要继续登山。
我问他说：“我说你值得吗？”他说不知道。但是只有在山顶的时候，他才感觉他真正的活着。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都没有活过。但是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一丝险都不冒吧？我不能这么一辈子都谨小慎微的活着吧？你们能明白我的心情？你们明白吗？作为你的医生，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这个手术不是一定要做，你完全可以跟先线变共存，而且就算是手术成功了，能够登上一座山的山顶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即便是这样，你仍然要坚持做这个手术吗？我做。定明天的手术间，大动脉转外根治术加假性动脉瘤修补术。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已经拒绝跟你们合作了吗？给我5分钟，我只需要5分钟。说吧，你有什么事儿？我来是想问一下你，跟辉格的合约，你打算什么时候签？明天。其实人工心脏研发，只要有医生跟工程师的合作，那才能够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最终通过药监局的审核才能上市。换句话说，您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资本的入资，而是跟一个有植入经验的医生合作，也就是我。你不用说服我啊，我不会放弃跟辉格合作这么好的机会的。我这么做其实是在为您着想。你看，所有的资本入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啊，为了利润。可是您现在的这个样机研发还没有成功，这么早就得到入资的话，一定不会像从前那样专心致志研发，对吧？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医院的人员构成比大企业要简单得多。我保证不会给你科研以外的其他的阻力。在企业研发的掣肘之处，相信你在国外肯定也体验过。所以，您真的有信心能够在辉格工作到人工心脏研发上市吗？如果当中真的出现什么问题，您跟这么大的公司对抗，真的有信心能保证最终人工心脏的知识产权还能完整的属于您？如果你跟我合作，我会给您100%的研发权。知识产权这绝对不模糊，全归您所有。你能得到什么？其实我只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早一点使用到人工心脏。我唯一的目的。我想想啊，但是我不保证我一定会答应你啊。只要给我一点点希望就够了。那我不打扰了。要打麻醉了。可是王海明还没打电话过来。那如果他一直不来电话呢？我也不知道。打麻醉吧，先手术。不用紧张。主任，医生，别紧张啊！今天手术最大的风险是出血，所以血液回收很重要。麻醉，凝血功能怎么样？放心吧，我会严格监控的。好，不用紧张，放轻松，一会儿就手术了。好，准备吧。开始麻醉。妈，我去上个手。我戴手套。
还在渗血？你看，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不敢回去，得在这守着。如果术后吻合口渗血不止，半夜还要2次开胸。叶一鸣，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就这么草率的答应帮他手术？如果万一……首先呢，这个手术是病人自己要求做的，而且为了做这个手术，他甚至不惜做出自伤的举动。手术的风险我们之前也告知过了，这就是他自己的选择。可能他对疾病的心结远比对心脏畸形更在意。你是在解开这个心结，是在帮助他。你真的这么想？当然了，不然我也不会接这台麻醉啊。谢谢你。你回去休息休息吧。叶医生，才回来呀？啊，我一直听着你家门响呢。你爸，你找我有事儿？哎，是这样啊，我和我老伴呢要去上海照顾女儿，她刚生了孩子，我们想呢等着小孙子上了幼儿园再回来。可是这阳台这花啊，你看能不能搬到你那儿去？哎，不麻烦，浇水就行了。没问题。哎，那我去搬啊。哎，等等，李宝，怎么了？你要是去上海的话，那你这房子租吗？哎，主任，病人醒了。陈卫生，今天已经是手术的第3天了，中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好在现在已经度过了，你的情况已经慢慢好转，过不了2天就可以转出 ICU。我不知道今后你能不能动山，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挺过了这一场手术，比你任何一次登顶都有意义。副局长，过2天会有空床位吧？哦，有的。那就好。对，正好有人找你。队长啊，不会又决定让我做手术了？那没准啊。真的呢，等你1小时了。王工，你找我啊？我愿意跟你一起合作研发人工心脏。如果你还没有改主意的，我当然没改变主意啊，我愿意。你之前开的那些条件都得算数。当然，所有答应您的条件全部算数。那您怎么没有跟辉格？我是觉得这么多天都没联络，所以我仔细看了一下合同，他们就是想买我的知识产权，我作为雇佣工程师为他们工作。我早就说过了嘛，您跟我合作，我觉得研发的胜算应该会更大一些。你不要这么盲目自信，我们的合作就好像是，斗地主你会玩吗？啊？一起排摸了1把的3和4，在概率学的角度来讲，成功的几率极低。你还会打斗地主？我经常看别人玩，他们不带我。那也许我们的组合就是王炸了，对吧？我带你去做一下我们正面组的同事。我真的没有开玩笑，你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啊！做好了，所有准备都已经做好了。是吗？啊，这边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工程师简历不错呀，样机做出来了。哎，你去哪儿淘的宝贝啊？如果你见了他本人，应该就不会这么觉得了。哎，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我们的科研迈出了一步，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步。那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一会儿还有手术。哎，
那天你在食堂，谢谢你非常配合。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做老朋友。老朋友这个称呼不错。那当然了，我是管医疗的副院长，有我这个老朋友啊，可以给你挡很多麻烦事。那我谢谢你了，副院长。不过你今后不用再用对付叶一鸣的那一招，让别人再来帮我了，挺尴尬的。哪招啊？他爸生病欠了人情，所以你让他来帮我。他跟你说的？对呀，今后不用再用了。刘峰，什么事儿啊？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要你帮唐佳瑜，是我提出来的，所以，我有义务提醒你一下，别走太近。误会了，我和唐主任只是朋友。那他怎么知道老叶主任的事儿？就是有一次聊天聊到这儿就说起来了。我跟你认识多少年了？虽然说我们的关系看着不错，但那也是因为3年前老叶主任的事儿，我们才真的亲近起来。他来了才不到半个月，你就全盘托出了，那证明你对他放下了戒备。放下戒备，就是爱情第一步。那我要是喜欢他，你不会生气吧？不是我生气就不跟你说这些了，我是担心你。你是个轻易不动感情的人，你动了感情，我怕你受伤害。你真的误会了，我和唐主任真的只是朋友。反正就一点，这个世界上对唐佳瑜来说，手术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可以割舍。我跟你说，他是我见过最没心没肺的家伙，你一定不要爱上他，千万要做到。好，我要是做不到啊，我这叶字儿我就倒着写。哟，麻醉比外科来的还晚啊！哎，临时有点事儿。啊，对了，你还欠我1个星期手术室盒饭呢。欠的肯定会还的。今天这个病人不太好插管，体重有点过重。我之前睡诊访室看过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哎，你找到房源了吗？没有。那我给你一个吧。真的？真的，我隔壁，他的房子还没挂中介呢，回头把电话发给你。哎，太好了，那你赶紧发给我，我下了手术打个电话给他。哎，这次真的做邻居了。算是吧。我插管去了。